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來台中清水旅行，最後一站來到高美燈塔園區，今天要住宿這裡。高美燈塔現在有經營民宿。我現在就先進去辦理 check in， 然後待會逛逛燈塔園區。那傍晚的時候再走到附近的高美濕地去看風景。燈塔園區也是有開放遊客進入參觀。哦，在這邊辦 check in。這是我今天住宿的地方。這是我今天住宿的房間。這應該是以前燈塔的員工宿舍。這間面積大約18平方公尺。屬於雅房，並沒有附設衛浴。我去參觀一下公共衛浴。這邊是男生的淋浴間、廁所；這邊是女生的淋浴間、廁所。這是男生的淋浴間。所以住雅房的話，就是要到公共的衛浴間。旁邊這邊就是套房，有附衛浴。高美燈塔興建於1967年，高3 4.4公尺，在1982年停止運作，由台中港的燈塔取代。高美燈塔園區剛開幕的時候，本來是只有住宿客才能進入燈塔內部參觀，不過現在已經改成要付費導覽，不管是不是住宿客都可以預約導覽。現在4點過後，我梳洗完畢，出來散步。我現在走往高美濕地。這棟建築不是高美燈塔的園區，這是一家幼兒園——清水幼兒園。前面那邊有一間廟，而這附近有古厝，我就先來逛一逛。高美文心宮，文心宮，這是我第一次造訪高美文心宮。三府千歲。Google 地圖標示這附近有一間李萬居百年土埆厝。我應該是前面那一棟。高美濕地李萬居爺爺土埆厝，建於1902年，有123年的歷史了。旁邊就是高美文心宮，這是殘存的紅磚牆，裡面的房子已經變成廢墟了。李萬居古厝，這是我今天意外的收穫，古厝再生。廟旁有小巷，進來看一下。這是我非常喜歡的紅磚牆。哦，这邊巷子都相通，我就隨意走走。哦，這裡還有紅磚古厝。我今天賺到了，沒想到文心宮附近有不少古厝，而且陸續在整理中。哇，這棟房子屋頂長滿樹，應該說是屋內的樹木不斷的長高，
所以長到屋頂上去了。高美古厝群願景藍圖。這是弘光科技大學，還有朝陽科技大學兩所學校相關系所的學生跨校合作的企劃案。哦，沒想到高美聚落這裡還保存這麼多的紅磚屋。高美里海，弘光科技大學 USR 工作站 ，USR 我在萬里的馬術居看過，現在忘了它的意思了。果然是年紀大了，記憶力不好。USR 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（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） 的簡稱，是台灣教育部推動的計劃，旨在引導大學結合自身資源，透過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，積極參與地方發展，解決社區問題，並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。哦，這門柱也蠻有特色的。哦，這巷弄彎彎曲曲，也應該是海邊聚落的特色，以防止海風直接灌進社區裡面。這邊都是老房子。前面那裡是高美濕地的堤防，這是海堤御園兵。所以從這邊的巷子進去，往文心宮的方向，這裡面好多古厝。不過大部分的遊客都集中在這裡。海堤的另一端，高美濕地。前面那裡是高美燈塔，我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。高美濕地的夕陽，風好強。好像台風天哦！我要撤退了嗎？我要撤退了！哇，感覺快被吹走了！哇，風越來越強！我現在離開高美濕地了。今天高美濕地的夕陽雖然美麗，不過風太強烈了，沒有心情看夕陽。沒關係，明天清晨可以再來這邊看風景，這樣同時可以欣賞到高美濕地的黃昏夕陽，還有清晨的濕地美景。那我今天的旅行就到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因為受到鳳凰颱風的影響，今晚高美燈塔園區只有我這一名住宿客。我在高美燈塔度過自由而孤獨的一晚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。